什么是社会的斩杀线？就是当一个人沦为耗材啊，他消失的速度快到你无法想象。这也就是所谓灯塔国的无情底层逻辑啊。前两天吧，有个词儿在这网上火了，叫老 A。这个不是什么新出的游戏角色啊，而是一个在美国西雅图留学的中国学生。他在这个网上啊讲了自己的打工经历。哎呦妈，听得我是脊背发凉啊！他干嘛呢？他在这个西雅图啊，帮着当地机构回收这个流浪汉的尸体啊。各位，咱们印象里的西雅图是啥样子的？是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的浪漫都市啊？是那个高耸入云的太空针塔吗？还是这个微软亚马逊总部的灯火通明啊？哎呦喂，那都是给游客看的。在这个老 A 眼里啊，西雅图的夜晚是尸臭味的。他曾经连续好几天都没合眼，不为别的啊，就是因为死掉的流浪汉太多了，根本就处理不过来啊。那这就引出了一个最近特别火的概念，叫美国的斩杀线。那啥叫斩杀线呢？在这个游戏里啊，是指这个血它掉到一定程度，它会被一击必杀。而在这个美国社会啊，这就是一条冰冷残酷的生死红线。不管你之前是干啥的啊，是这个卡车司机也好，还是这个小白领，甚至是曾经的中产，一旦你的这个资产跌破这条线啊，一旦你掉进了流浪汉的队伍啊，哎呦妈呀，那就对不起哦，您的物理生命基本上就开始倒计时了。3到8年，这个是美国流浪汉的平均存活时间。他们就像是一次性的耗材，用完了废了就扔下下水道，等着像老 A 这样的人啊来打包带走。那这一开场，可能有人会觉得，哎，我是不是在危言耸听啊？哎呀，人家美国那么富，怎么可能遍地是饿殍？嘿，您别急啊，今天咱们就拿着显微镜，好好扒一扒这个所谓的灯塔国，到底设计了一套多么精妙又多么无情的冷血系统。很多人觉得吧，流浪汉离自己很远，但是在美国，流浪汉和这个中产阶级之间啊，其实就隔着一张账单的距离。咱们先看一组数据啊，这个是美联储他自己发的2023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。这个报告里面说，有37%的这个美国成年人连400美元的应急现金都拿不出来。注意啊，是400美元，就是不到3000块钱人民币。这个是人均 GDP 8万多美元的美国呀，哎，你说这个钱都去哪儿呢？咱们来个中产阶级解剖学啊。那假设你是一个微软西雅图总部的程序员，年薪20万美元，哇，前15%的精英人群啊，妥妥的人生赢家吧？别急啊，别急啊，咱们来算算账。年薪20万，那扣完这个联邦税、州税、社保，到手吧大概是16万左右，每个月大概是1.35万美元。这个时候呢，美国那套金融吸血管它就开始工作了啊。首先401k 养老金，他为了老了不饿死，你得交吧，一个月1000刀没了。其次呢，学贷，美国大学那是富翁起步啊，每个月要还1000刀，那都是常态啊。然后就是这个房贷，西雅图买个像样的房子，月供吧大概是5500刀左右，这就去了一半了啊。还有这个什么房产税呀、房屋保险啦、物业费，这又是1500刀。在这个美国，你没车是寸步难行啊。车贷、车险、油费，这一个月1000刀挡不住。这还没有算什么吃饭、穿衣、水电网费。你这么一算下来啊，这个年薪20万的精英可能也就几百块钱了。他表面是光鲜亮丽啊，住着大 house 啊，开豪车，但是实际上他是在钢丝上跳舞。他不敢失业，他不敢生病啊，甚至不敢多请几天假，因为他的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老天爷给他开个玩笑，比如他老婆肚子疼，有个美国博主他就晒过啊，他老婆肚子疼去这个医院查了一圈吧，也没啥大毛病，但是回家就收到了账单9117美元，就照了个 CT 啊，看了看肚子啊，6万多人民币就没了。这还是他有保险的情况啊，你说要是没有保险，或者说是这个保险拒赔了，这一下就能把那个微软程序员的现金流击穿呀。还有个哥们儿啊，他是昏迷了，被抬上救护车，中途醒了，发现自己在这个救护车上，那真是垂死病中惊坐起，貌似都要跳车逃跑啊。为啥呢？
因为他知道啊，这个车他要是真开到医院了，那个几千刀的救护车费，再加上后面的天价账单，能直接把他送进斩杀线。所以在这个美国，你看到的都不是什么医疗服务，那是拿着听诊器的劫匪啊。如果说这个医疗是突发暴击，那个信贷陷阱它就是温水煮青蛙。美国这个国家吧，它是建立在债务之上的啊，就是从你上大学开始，助学贷款它就锁住你了。那你工作了吧，这个信用卡啦、车贷啦、房贷它接着锁，等到你稍微有点周转不开了，资本家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毒药，发薪日贷款。就是有个纪录片叫《黑钱》，里面呢是讲了一个卡车司机叫沃特啊，他也是4个孩子的爹。有一周呢，他手头紧，在网上呢借了500美元，承诺是2周后发工资还个650美元。哎，听着是不是还行啊？也就是利息高一点，但是这里面的坑啊，深不见底啊。到了这个还款日，贷款公司呢只从他这个卡里面扣了75美元。哎，这个沃特以为这是分期还款吗？还挺人性化的呀。结果几个月后，这个贷款公司啊，突然一次性扣了他950美元。原来啊，他那每周75美元根本就不是还本金，那是续贷手续费。那最后呢，这个沃特是借了500，还了1550，还没还清。这就是合法的高利贷，年化利率能干到1000%。哎，还有更恶心的啊，消费陷阱。美国的合同嘛，那是律师写给律师看的。你去住个酒店，签个字儿，可能就莫名其妙的开通了什么度假俱乐部会员，1年后这个账单就寄过来了，欠费12000，你不交行啊？法院见，征信拉黑，房产拍卖。最离谱的是这个物业费啊，在中国吧，你跟这个物业吵个架，那顶多是这个不交钱，但是在美国，你敢欠这个物业费？2022年，耶鲁大学的一个华裔女博士李艳就因为欠了3万多美元的这个物业费，房子被强制拍卖了，警察是拿着枪上门驱逐呀。李艳手里面呢拿了一把刀，她想吓唬人。这在国内吧，顶多就算是民事纠纷。结果这个美国警察是二话不说清空弹夹，李艳身中18枪，当场被打成了筛子呀。这就叫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。如果你欠债，你的命都可以被侵犯。那好了，当你被这个医疗账单击穿，被这个高利贷吸干了，房子被这个银行收走之后呢，你就正式跌破了斩杀线，欢迎来到地狱。很多人会问当幸福来敲门里面那个威尔史密斯不是也睡过厕所吗？那后来不是也逆袭了吗？那是电影哎，那是美国梦的宣传片哎。现实是一旦你成了流浪汉，这套系统就会想方设法把你按死在泥潭里。首先，你没了这个固定住址你没有住址你就办不了银行卡，收不到这个面试通知，也就是找不到正式的工作，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啊。还有其次这套系统它会榨干你所有的时间。那你想活命吗？早上8点去这个城东领这个面包，那中午12点呢去城西领这个救济汤，下午5点再去另外一个救济点。你每天的时间都花在穿越城市寻找食物上，你哪有时间去学这个技能啊？哪有时间去面试啊？行，到了晚上，你还要跟这个其他流浪汉争夺一块没有污水的地板，还要提防这个黑帮来嘎你的腰子，提防这个瘾君子来抢你的鞋。哎，你说在这种高压绝望的环境下，绝大多数人他都会选择吸毒，不是因为堕落是因为太痛苦了。几美元的芬太尼能让你暂时忘掉自己睡在这个下水道里，然后呢就是那个结局，吸毒过量，冻死街头，或者说死于帮派火拼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主角老 A 他就出场了，他开着车把你那具已经发臭的尸体装进袋子。在这个系统眼里你不再是一个人，你是一块负资产。其实这个美国吧，它就像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超级公司。如果你不能产出价值，不能还贷，不能消费，那你就是冗余代码，就是废料那对于废料，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优化掉。斩杀线就是这个著名的优化机制，神不知鬼不觉，甚至都不需要政府动手，你自己就消失了。
那讲到这儿，你还记得这个疫情刚开始那会儿啊，咱们看到这个美国人是死活不肯居家隔离，还要这个上街抗议啊，喊着要自由。咱们当时还笑话人家反制，要钱不要命。哎，现在回过头来看啊，是我们肤浅了。美国人民不反制啊，他们是太懂这个国家了呀。他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啊，可能只有个1%，但是斩杀性的致死率啊，那是100%啊。如果居家隔离啊，它就意味着手停口停，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呀。你没工资，那下个月的房贷就得断供，信用卡就得逾期，断供3个月，银行就收房了。那收了房，这一家老小就得去睡大街了，睡了大街就进了那个必死的循环。所以啊，他们哪是在抗议这个口罩啊，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呀。他们是在对那个残酷的系统喊话，让我去上班啊，哪怕我病死在工位上，也别让我死在街头啊！这哪是自由啊，这是悲壮的求生欲啊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止痛药卖的那么便宜啊。那社会的潜台词就是疼了就吃药，别去医院，撑下去，撑到死，别给老板添麻烦。那再看看这个大洋彼岸啊，看看咱们自己啊，咱们中国完美吗？当然不完美，也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吧，我们是有条底线的啊。我们有低保，有这五保户，有这个精准扶贫，我们有这个几百块钱一年的医保。虽然这个报销比例吧，它确实是有待提高，但是它至少不会让你因为这个照个 CT 就破产啊。而且我们有这个公立医院，有这个党和政府的兜底啊。在这个上海啊，在深圳，哪怕你是落魄了，2、3千块钱，他也能租个房子呀，也能吃饱饭。你哪怕是送外卖，他也能东山再起啊！我们的社会啊，它是允许你咸鱼翻身的，而不是把你做成咸鱼干啊！这就叫社会主义啊！社会主义的本质，它就是把人当人，而不是当成耗材。但是吧，咱们也得警醒啊，就是现在国内啊，它有一帮所谓的精英，天天喊着要学这个美国啊，学什么医疗私有化呀，学什么完全市场化啊，还要学什么法无禁止即为可的金融创新，甚至还搞出各种花里胡哨的先用后付啊、校园贷之类的。你说这帮人啊，他就是想把那条斩杀线引进到中国来。各位看清楚了啊！那个看似繁华的西雅图夜景下，埋葬的是无数普通人的血泪啊！感谢我们的国家啊，让我们还有撒娇的权利啊，还有躺平一会儿再站起来的资本。谁要是想把我们的生活变成美国那样啊，想让我们的老百姓也随时面临斩杀线的威胁啊，那他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希望大伙儿都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，也能守住咱们社会的良心。我是肖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